有人问我想要过着怎么样的生活，我开玩笑的回答：我想住进画里，每时每刻都在欣赏大自然的神功鬼斧。箱根，古时候因为地理位置而成为驿站，现在则是热门的温泉疗养胜地。被群山环抱的箱根，除了能远离市区的喧嚣，还会刺激艺术创作的灵感。用2天1夜，一起走进这幅能疗愈身心、令人魂迷心醉的画作里。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想畅游箱根，一定要买一张箱根周游券。这张交通票券有分新宿或小田园出发，还有分成2天或3天的使用期限，可以无限搭乘登山电车、巴士、缆车及观光船，参观景点及美术馆，或是去洗温泉，还会有折扣，是张好用又划算的优惠票。以前我都是从东京到箱根一日往返，时间有点赶。这次的旅程我会在小田园住1晚，把这张优惠票用到极致。从小田园坐登山巴士，要1个小时才会到箱根关所。箱根关所是1619年德川幕府为了防卫江户而设置。现在看到的建筑是使用当时的工匠技术和道具修复的建物，展示当时的生活细节。但是这里最吸引我的是走到后方的山坡上，从瞭望台的位置看向泸沽湖。天气晴朗的时候，连覆盖白雪的富士山都看得很清楚。沿着湖岸边走，穿过茂密的杉木林，会走到最热闹的区域。不过这段路人比较少，反而能安静地散散步，静下心来欣赏这片美景。沉川美术馆位在原箱根港渡船码头旁边，经过时会觉得有点低调，但里面大有来头。1988年开馆，由企业家陈川实先生收藏的画作为基础，增加其他展品和开设的美术馆。在这里欣赏艺术要有耐心和运气。耐心指的是最棒的艺术品在最后才会出现。运气则是指不是每次来都一定会看得到。
坐落在俯视卢之湖与香根神社红色鸟居的高台上，这里的视野是我认为这一区域中最美的风景。这幅自然造就的绝景，百看不厌的富士山，搭配前景的卢之湖，还有小小的鸟居，在无云的晴天，整个画面层次分明，却又完美的融合搭配。还可以走到户外田园，就像是走进画里，没有画框限制视野。如果说真的有人间仙境，那我想我现在就身处在这个传说的位置。既然这个湖面的鸟居一直在对我打招呼，那就一定要去参拜一下这座神社了。建于8世纪的香根神社，以伫立在卢之湖湖面的红色鸟居而走红在社交媒体，是来香根一定不会错过的景点。境内被原始森林包覆，直入天际的山木，要把头抬到最高才看得到树顶。神社内共有5座鸟居，相传只要依照顺序穿过每一个鸟居，就能得到神的眷顾。这里祭祀香根大神，可以祈求交通安全、心想事成、开运除恶。还有个供奉9头龙大神的神社，是卢之湖的守护神，能祈求生意兴隆。也许是森林释放的芬多精，这里气氛并不会太严肃，反而多了一股回到故乡的亲切感。虽然湖面鸟居非常有名，但是排队的拍摄人潮还是成功的让我与它保持了距离。清晨湖面弥漫着一层薄雾，红色鸟居站立在湖水中，透露的神秘感，才是我最想在这里拍摄的画面。下次只好早一点来这里了。之前有位前辈告诉我，如果看待一个事物只有喜欢或讨厌这2种绝对的结论，那就代表还不够了解它。本来是工作上的观念，被我延伸到旅游时的体验。对一个景点，我会尽可能的多个角度去欣赏。
在箱根观所欣赏到的泸沽湖是一副当官的气势，在城川美术馆欣赏到的泸沽湖是层次分明的画作，在箱根神社欣赏到的泸沽湖是神秘未知的深渊，在泸沽湖岸边则是感受到了神疑心醉的悠哉。那如果在泸沽湖面上又会观察到怎样的泸沽湖呢？从原箱根港可以搭乘海贼观光船到桃园台，近距离的欣赏湖面的风光。游船的过程破坏了近景湖面和远景富士山的画面结构，像是撕下画作的一角，放大这些片段的细节。此时的鸟居不只是神域的结界，还是一位过了青春的少年。拍打出浪花的湖面，随着波浪摆浮的节奏，在海贼船上欣赏到的泸沽湖是全速奔跑的青春。从桃园台搭上缆车，在空中看着泸沽湖，伴随金灿的洋彩映射在湖面上。这时的他像是一位深思的智者，极具吸引力，却又深不可测。在大永谷换乘缆车的间隙，看到地表冒出的热气，像是蕴含了无常的喜怒，随时都会来个大暴走。进入蓝调时光的天空，像是舞台上转场拉下的帷幕，催促我赶快下山，去体验另一种风貌的箱根。来到温泉圣地，当然要去泡个温泉啦。在箱根汤本站坐免费接驳巴士5分钟，就会到日归温泉箱根汤寮。这里是古民居风格的里山温泉，有好几个大的露天浴池。还能预订私人包厢，享受精致的日式料理。不过我没订到山上的旅馆，所以要下山夜宿小田园式的饭店。这间天成园在箱根地区是老字号的温泉旅馆。既然订不到山上的房间，那就试试看在市区的别馆。顶楼有厨汤，可
可以看着大海或是不远的小田园城放松一下。饭店有大浴场，算是维持了老字号温泉旅馆的招牌了。房间翻新过，虽然不算大，但住起来算是舒服，离车站也很近。如果订不到山上的旅馆，这间是可以考虑的选择哦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早上起来，先看一下饭店外面的风景。顶楼还能看见相模湾的大海。从车站走路约10分钟，就会到小田园城。穿过长盘木门，就会看到天守阁。这扇是保护天守阁的重要大门，也是小田园城最大、最坚固的城门。小田园城始建于15世纪中。为战国时代小田园北条氏的住所，曾发展为中世纪最大的城堡。小田园城曾经被废弃，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完全被摧毁。现在看到的小田园城是1960年重建的建筑。天守阁总共5层楼，里面展示了城堡的历史和挖掘出的工艺品。顶楼能走到室外，可以看到箱根以及相模湾。旁边还有间武士馆，展示盔甲武器。这段充满禅意的影像，透过声光影音来表达武士的世界观。不能说我有看懂，但透过科技来介绍历史，的确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2天1夜的箱根小旅行，像是住进了画里，分不清楚梦境还是现实，留下被疗愈的心灵。如果你也喜欢日本郊区的小旅行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和我一起接触自然，感受最震撼人心的美景。You always find me here when the world thinks that I've disappeared. You know just where to look. You know just where to look. And you have a heart of gold.